家用电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一些新型电器，大家对他们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好像装与不装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下面分享的这4种家电，装了的和不装的网友都纷纷喊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本期内容对你会有所帮助。1. 净水器。家用净水器号称是可以改善用水水质、提高饮水健康的一种新型厨房家电，也是代表家居生活品质感的电器之一。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汤圆很圆，当初功课没做足，只装了前置过滤器，没装净水器。前置只是起到初级过滤的作用，过滤出来的水不能直接喝，平时也就拿来洗洗菜和水果。想要泡茶或者喝干净的水，还得买矿泉水，或者去小区楼下打纯净水，太费事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小妖歪，我家是新小区，又是高层2次供水，担心水质差影响口感，花大几千装了净水器。但说实话，这东西不是一劳永逸的，装了后期还需要维护，滤芯每年都要定期更换，不然堵塞影响水流不说，还会造成2次污染。而且这个净水机还会产生废水，满了之后要人工倒掉，不仅浪费，还比较麻烦。后悔装了净水器，不如喝桶装水方便。小东建议，说实话，绝大部分城市自来水都是合格的，烧开了喝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水垢较多，或者自来水有漂泊粉的味道，那安装净水器很有必要，可以改善水的口感。但也要考虑后期的换新成本，不然买得起用不起，还不如直接喝矿泉水省心。2. 洗碗机号称是缓解家庭矛盾、解放双手的神器，比手洗的干净省水不说，同时还能消毒杀菌，存储碗筷，完全取代消毒柜。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幸福的西兰花，真后悔没有预留洗碗机位置，相信没人会喜欢洗碗吧。我家当时水电结束，想装的时候说不好改了，老公安慰我说他洗，后来啪啪打脸。最近老是刷到洗碗机提升家庭幸福感，越发的后悔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空空的203师，清洗前摆放是真的麻烦，根本不存在彻底解放双手，稍微放不对就洗不干净，而且别管几个碗，也要听它哗啦洗1-2个小时，耗时又耗电。关键它还需要额外耗材，什么光亮剂、软水盐、洗碗粉，一个也不能少，可比手洗的成本高多了。入住大半年就用了7-8次，有点后悔了。小东建议，要不要装洗碗机取决于家庭需求，如果人口少，平时也不咋做饭，就没必要装。要是天天在家做饭，碗筷还多的家庭，就非常建议装。这种花点小钱就能解决90%的饭后家务，节省出1日3餐的洗碗时间，洗得干净卫生，烘干后还热乎乎的，简直不要太划算。3. 中央空调制冷效率高，舒适感强，隐藏式安装，装修颜值也高，更节省空间，堪称是提高生活品质感的标配。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向生活比个耶，我家房子本来就小，客厅又多出一个立式空调，占地不说，还很不方便，而且说到底也不如中央空调美观有档次。后悔没装中央空调，这种贵机风感也没办法和中央空调媲美。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是静静呀，说10个装中央空调的人8个都后悔了，我就是其中之一。花大几万装的品牌中央空调，6匹1拖6，夏天的电费高的着实惊人，一个月基本都在2000度左右。还有中央空调的噪音还大，晚上开呼呼的声音非常明显，而且制热效果也很一般，和普通挂机差不太多，功能又少，维修还麻烦。小东建议，中央空调在装饰上可以与吊顶融为一体，整体美观性绝对更胜一筹。而且出风时不会直吹人，室内温控能力也强，舒适感是贵挂机不可比拟的。但中央空调压层高，维修难，耗电高，噪音大，也是实打实的缺点。所以中央空调更适合安装在大户型或者别墅用户使用。户型小、房间不多的普通住宅，还是使用柜机或挂机，性价比更高。4. 零冷水热水器。什么是零冷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有了这个功能，热水是即开即热，让你洗澡和淋浴时体验到秒出热水的幸福感。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最爱这小曲，我家热水器安装在厨房，没装零冷水的。厨房水管离得近，差不多10秒内就能出热水，但卫生间离得远，大概1分钟左右才会出热水。等待时间长不说，还浪费水，有些后悔了。装了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小妮子的家，并不是选了零冷水热水器就可以，还要加装回水管做热水器循环，耗材大，成本高，是跑不掉的。而且想要实现零冷水，前提是要保证水管里一直是热水。
所以即使你不用，热水器也会时不时的不停工作，每天听着轰隆隆的噪音声，真的很糟心。同时还要伴随着燃气、电费的成本增加，装了不敢用，也真是心塞又无奈。小东建议，零冷水热水器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是需要花钱来提高生活舒适度的电器。如果你家面积大，用水末端离热水器距离太长，不想冬天遭等待几分钟冷水的罪，建议可以考虑上零冷水。否则，房子面积小或者不介意多等一会出热水的话，不装零冷水省钱。以上这4种家电都是生活中口碑2极分化的电器，有人把它们当成宝，用过直呼真香，也有人对它们嗤之以鼻，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因此，建议大家考虑入手前要权衡好自己的实际需求，别白白花了冤枉钱，交了智商税。借用网友的一句话，装修小白踩的坑，坑坑不一样，坑坑都上当。有些房子装着装着就不想要了，还真不是夸张，也不是给打算装修的朋友制造焦虑，而是无数装修人踩坑后的真实心声。不信的话，小东带大家看看本期整理的5个翻车现场，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案例，论谁看了都是既心塞又无奈。1. 法式拱门。这2年随着轻法式风格的流行，法式拱门也跟着火了起来。只要上网一搜法式风，满篇都是法式拱门美美的装修案例。但实话实说，拱门对木工师傅的技术要求极高，现实中翻车的不在少数。网友文熙，装修哪有不疯啊？我家应该是全网最丑的法式拱门，没有之一。网友多多，心心念的法式拱门做完的效果是这样式的，现场看完成品后，一口老血气得差点没喷出来。小东建议，法式拱门不翻车，记住几点：首先，拱门不能太矮，号门总高不能低于2.4米。其次，门洞宽度取一半，也就是做1/2，正好是半圆。另外，找个手艺好、经验丰富的木工师傅很重要。2. 美缝颜色。瓷砖美缝是铺贴完瓷砖必不可少的工序。美缝的作用，一是为了遮丑，提升整体美观度；二是防止起灰、地面反潮。但有一说一，如果美缝颜色选择太个性化，那效果还不如不做，甚至还起了反作用。不信你看下面这2位网友家的美缝颜色翻车现场，真的忍不住想象。网友安夏日记本，美缝翻车真的被气哭了。现在的心情就好比一张大白纸，原本打算画一幅优美的画作，结果却让不懂事的孩子在上面先乱涂乱画，无比的心痛。网友我是帅鱼，美缝做完了，看到成品的我差点晕过去。此时此刻我在想，美缝季老板得开心坏了，卖不出去的颜色终于找到大冤种了。小东建议，切记美缝颜色不翻车，一定要选择与瓷砖接近的颜色。做之前拿色条与瓷砖做对比，以免出现色差。普通瓷砖选浅1度的环氧彩砂，可以做到缝隙消失的效果。木纹砖选深一个色号，效果会显更加真实。3. 嵌入式冰箱。嵌入式冰箱设计确实很美，可以完美的平嵌橱柜或是餐边柜，不仅视觉上极度舒适，而且还能杜绝卫生死角。但事实上，如果冰箱款式没选对，又或是柜体预留尺寸没做到，都会导致嵌入式冰箱翻车。网友雪的草稿箱，救命啊！嵌入式冰箱大翻车。我家这款冰箱是2侧散热的，所以需要2边预留缝隙，但这预留的空间简直太大了吧？怎么办？晚上愁得睡不着觉。网友桃子很乖，真的是怕啥来啥。嵌入式冰箱翻车，欲哭无泪。深度突出10公分，高度空出70公分，肉眼可见的尴尬。小东建议，嵌入式冰箱想要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首先内嵌冰箱要选超薄款，冰箱厚度要小于标准橱柜深度。其次要选底部散热的，2侧不需要预留缝隙。另外，至关重要的核心点是先选冰箱，再定橱柜，才能精准预留柜体尺寸。4. 深灰色地砖。这几年在家装市场，但凡提到灰色系，都被吹嘘成高级感的代名词，什么灰色乳胶漆、灰色窗帘、灰色家具，当然也包括深灰色地砖。但说实话，不是所有户型都能驾驭深灰色，特别是采光差、面积小的，真正铺到家里的效果是显暗又压抑，分分钟让你有种想把房子拆掉的冲动。网友米粒时光，当初买砖时走到哪里都被说灰色瓷砖好，高级显大气，结果铺到家里差点被气死，实际效果比图片还黑，不开灯感觉就是晚上。网友爱生活爱家珍，地砖颜色踩深坑了，谁说深灰色地砖高级的？瓷砖铺贴完，连装修下去的勇气都没了。小东建议，深灰色地砖想要铺出高级感，记住瓷砖规格要大，砖缝越少越好。另外，纹理要选一板多面的，千万不要选这种重复纹理的。
还有后期的软装搭配设计也非常重要。5、墙漆颜色。墙面乳胶漆凭借环保性高、施工简单、价格实惠以及颜色百搭等优势，逐渐成为家装墙面装饰的主流材料。但因为是大面积涂刷，所以也直接影响着整体的装修效果。因此，在现实中，因为颜色没选对导致翻车的案例也是比比皆是。网友装修董小姐，墙漆颜色选错，直接翻车进沟里。老家房子装修，因为没时间，全程让爸妈帮忙。选墙漆原本定的是淡蓝色，结果爸妈年纪大，和设计师沟通，眼花选了浅绿色。刷完的效果，整一个绿野仙踪，差点没被朋友笑死。网友胖兔兔，老公给闺女仿选的粉色，闺女看了之后气呼呼地说不喜欢，质问老爸怎么不是上次你带我去选的粉色？其实就是色卡上的颜色，实际上墙后差距太大，老公建议重刷，看着太糟心了。网友我想去看海，可蛋奶果然翻车了，真的无法形容，整个都是黄的，超级不好看。小东建议，乳胶漆是装修中最容易翻车的一项，想要不踩坑，总结了几个要点。第一，尽量电脑调色，大面积涂刷前要现场试色。第二，上墙试色一定要等乳胶漆干了再看效果，因为刚上墙颜色会偏深，等干透了会变浅。第三，采光差就选葵花白、珍珠白或者汝窑这种浅色调，采光好的再去考虑杏子灰、奶嘎、太空漫步这种风格鲜明的色调。分享网友们的踩坑案例，不是想嘲笑谁，只是不希望大家重蹈覆辙。挣钱不易，装修更难，毕竟少踩一个坑就少一份烦恼，多一份快乐。今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尤其是东北地区，随着几场降雪过后，气温更是迎来了零下20-30度的极寒天气，所以冬季的室内采暖也自然成为了北方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很多装修新房的业主都很纠结，安装暖气片和地暖到底哪个更好？毕竟这个决定会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我原先住的老房子，家里装的是暖气片，后来搬进了新房，新房装的是地暖。本期小东就以过来人的经验和大家聊聊安装暖气片和地暖的优点和劣势，给还在纠结的朋友做一个参考。一、安装地采暖的利与弊。先来说一下，北方一般冬季都是集中供暖，所以这里的地暖通常说的是水地暖。据我了解，目前北方大部分住宅都是地暖，因为很多开发商交付的新房就已经把地暖安装好了。地暖的优势：一、舒适性高，地面采暖的舒适性更高，室内温差小，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地暖是铺设在地面下，传递热量也在自上而下的，整个房间的温度非常均匀。用过地暖的家庭都知道，给人最真实的感受就是脚下暖暖的，非常舒服。这也是很多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都会选择地暖的主要原因。二、节省空间。与传统的暖气片相比，安装地暖更加节省空间。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因为地暖管是隐藏铺设在地面下，不会占用室内空间，而且从室内美观度的角度来说，也完胜于明装暖气片。所以大家也不难发现，为什么很多大宅和别墅的住户通常会选择地暖，无外乎是为了追求室内装修的档次和美观度。三、使用寿命长。地暖比传统暖气片的使用寿命更长，这一点也比较明显。同样的道理，地暖是隐形铺装在地面下，因此它的地暖管和保温材料更不易被腐蚀和氧化，因此地暖的使用寿命普遍能达到50年以上。反观暖气片，不管是钢制材质还是铜铝材质，因为是明装，需要裸露在外，更容易被氧化腐蚀，所以即使材质再优秀，通常使用寿命也只有15至20年。地暖的缺点，当然了，装修铺设地暖也不全是优点。虽然地暖舒适性高，不占空间，但同样也有几点不足之处。一、施工难度大。铺设地暖的安装施工难度大，而且成本费用也高。地暖施工不同于明装暖气片那么简单，它属于隐蔽工程，所有管材都要埋在地下，因此安装过程也比较繁琐，通常需要盘管、固定、地面回填、防水施工、地面找平等一系列的专业施工。这些基础材料再加上施工费用，成本造价也很高，一般会是安装暖气片的好几倍。二、维修麻烦。从施工难度上不难看出，地暖出现问题，后期的维修会比较麻烦，因为铺装地暖，大部分的管道都埋在地板或瓷砖下面，一旦需要维修，还要先拆掉地板或者瓷砖，费事不说，找漏点也比较麻烦，所以维修成本比较高。另外，地暖使用2-3年后，一般会沉积泥沙和污垢，需要定期清洗淤堵，解决管道散热效率下降的问题。三、占用层高。地暖虽然不会占用室内空间，但却会影响房子的层高，
因为地暖管自身就有一定的厚度，再加上后期的水泥、河沙回填，一般水地暖完工后至少要牺牲掉6至8公分层高。这部分层高对于大户型还好，如果是原始层高只有2.67米的普通住宅，后期再做个吊顶，那后期的居住体验势必会感受到异常压抑。反观暖气片是安装在室内墙面上，虽然会稍微占家里面的一些空间，但不会影响房子的层高。4、室内干燥。地暖是利用房间的整个地面作为散热器，地面加热升温，从下到上均匀散热。优点是室内温差小，舒适性高，但这也会导致空气中的水分更容易被蒸发，从而让室内环境变得很干燥。比如家里长时间开地暖，温度过高，有些人会出现胸闷气短、口干舌燥的情况。一般有地暖的家庭还要购买室内加湿器来解决冬季室内干燥的问题。2、安装暖气片的利与弊。说完地暖，再来说一下安装暖气片的优缺点。明装暖气片也通常是老一辈人会选择的一种采暖方式。暖气片的优势： 1、升温快。暖气片的升温速度快，基本是即开即热。一般质量比较优秀的暖气片，开启10分钟左右就能感受到热量了，通常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达到预定的温度。至于地暖，因为地暖管道安装在地板或瓷砖下，还有厚厚的覆盖层，所以升温速度也会受到影响，通常2-3个小时后才会感觉到有热度。如果家里不是持续供暖的话，从升温速度来看，还是暖气片更好。2、安装灵活。暖气片安装更加灵活简便，而且没有局限性，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适用。目前的暖气片基本都是壁挂式的，安装位置通常都是室内的墙面上，不管家里的客厅、卧室还是厨房、卫生间，只要是空白墙面，直接挂墙安装就可以了，要比安装地暖更容易，而且施工过程和时间比较快，通常来说1天就可以完工。3、方便维修。从后期维修维护的角度来看，暖气片也是完胜地暖的，因为暖气片是明装在室内，一旦出现问题更容易被发现，所以通常维修起来也比较简单。要说哪个地方漏水，换个管件就完事了，不会像地暖漏水维修还需要破坏地面。暖气片的缺点，这么看来安装暖气片的优点也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还是选择地暖呢？当然，暖气片采暖同样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以下这几个方面。1、舒适感略差。不同于地暖，暖气片是从侧面散热，通过热气上升、冷气下降的物理原理，也就是说，暖气片不会向地面散热，这就导致房间的底部会比较冷，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脚冷，待久了还需要穿个棉拖鞋。所以说，从采暖舒适度来说，显然地暖会更加舒服。2、占用室内空间。暖气片是安装在房间的墙面上，所以会占用室内的空间，而且特别不利于家具的摆放和装修的整体布局。室内因为有暖气片的存在，也会导致很多柜子和家具无法靠墙摆放，不仅会影响室内的整体美观度，还有增加很多卫生死角。3、安全性差。暖气片的安全性差是基于2点考虑。第一点就是明装暖气片，如果温度过高，不小心会很容易被烫到。第2点就是暖气片材质一般会很坚硬，如果是小朋友在家里跑闹玩耍时碰到撞到也会很危险。相反的，地暖是隐藏在地下安装，所以安全性会更高。3、总结一下，综上所述，其实对于安装地暖和暖气片，哪种采暖方式好，没有标准的答案。通过上面的分析，大家也不难看出，不论是哪种方案都有它的优点和不足，所以还要根据自身需求和情况来选择。比如北方地区因为冬季时间长，温差大，更适合选择地暖，而南方地区冬天没那么冷，作为短期过渡供暖，更适合选择暖气片。那你家会选择哪种方式？是地暖还是暖气片？不妨说说你的想法。入住新家大半年了才发现的这6个装修苦果，后悔知道晚了。1、金刚网纱窗。也不知道近些年装修是刮的什么风，家家户户几乎都装的这种纱窗，看着很厉害的样子，结实有防盗，但其实真的是外强中干，真的是到入住后才发现它一点不实用，挡风不挡灰也就算了，还进毛絮不挡小飞虫。后悔当初没做功课，现在才知道还有一种高透网，也是金刚纱的一种，它比金刚网更细，网格洞也小，一点不影响通风和采光，关键是能防得住蚊虫。2、卫生间隔音棉。我家的卫生间明明包了隔音棉，但是半夜还是会被楼上邻居家冲马桶的声音吵醒。后来才发现隔音棉买错材料了，根本就是包了个寂寞，白白交了个智商税。还未装修的朋友千万要注意，一般你家楼下5金小店卖的都是黑色的保温棉，一点隔音作用也不起。
记住，表面涂银色的那种才是隔音棉，厚度要选2公分以上的。另外，弯头和回水管位置最好再包上阻尼片，效果才好。3、家用跑步机。原本想着疫情风控在家时期可以天天跑步锻炼，结果就是刚买回来的时候跑那么几次，等新鲜劲头一过，就再也提不起来兴趣了，白白浪费钱。大半年了，最终还是沦为了我家阳台的晾衣架。所以也要奉劝朋友们，跑步锻炼身体是需要恒心的，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人最好别买。4、客厅投影仪。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在客厅装投影仪，不可否认，投影的效果要比电视大很多，而且方便移动，不占空间。装上一面墙的投影幕布也更显档次。但如果对画质有要求的话，真的要谨慎选择。实话实说，它的观看体验和液晶电视相比，差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就拿我家来说，白天光照墙的时候，投影的画面会泛白，根本看不清，光源亮度不高，抗光性也差，晚上观看的时候不关灯也影响效果。5、阳台推拉门。现在装修流行把客厅和阳台打通，通透，视野好，还显得客厅空间大，但选择保留还是拆除推拉门，真的是分地区。我用亲身体验告诉大家，住在北方地区的朋友，保留推拉门非常必要。我家阳台打通之后就后悔了，冬天在客厅待着一阵子就感觉到冷，还会明显感觉到风，夏天开空调也不凉爽，冷气全串到阳台去了，还更耗电了。6、地面柔光砖。都说深色亮光砖不能选，太显暗，地面还反光，也避开了哑光砖难打理的坑。但没想到的是，花大心思选的素色柔光地砖还是踩坑了。现在才知道，柔光砖也分好多种，我家的这种叫柔抛砖，其实就是把亮面砖磨成柔光了，特别难打理，天天撅那块擦地，还怎么都擦不干净。也提醒大家，选柔光砖一定要看釉面，买肌肤釉或者是断光釉的，千万别选错了。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电视机也升级换代为现在的智能电视。目前来说，传统的非智能电视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想买也很难买到了。与传统电视相比，智能电视从问世到技术革新，带来电视行业的3大巨变。第一，屏幕大，价格亲民。智能电视技术升级带来尺寸上的变化，不可否认，现在的电视屏幕越做越大。目前来说，市场上的75寸、85寸、98寸的巨幕智能电视已经非常普遍了，可以说在家就可以享受大屏电视带来的视觉冲击感，影院式的沉浸感，让咱们的观看体验更过瘾、更爽。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智能电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75寸的3000元左右就能入手个大品牌，85寸的更是从年初近万元的价格一路下跌到现在的5000多元，用白菜价来形容也不足为过，甚至还比不上一部高端智能手机贵。第二，画质优越，清晰度高。随着显示技术的发展，电视行业也经历了3大阶段，从早期的彩色 CRT 电视，再到等离子技术、液晶技术的普及，以及 OLED 技术的出现，带给用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视的画质越来越好了。不仅如此，现在的智能电视在清晰度、对比度、亮度、色域等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目前来说，基础入门款的智能电视大部分都是 4K 高清分辨率、全面屏占比、高亮度、高对比度、高刷新，这些也基本都是标配。第三，内容丰富，功能多。传统的电视基本都是固定的几个频道，看节目往往不能随心所欲的去选择，只能是电视台放什么，咱们就被动的看什么。而与传统电视不同，现在的智能电视本身就搭载了多个视频平台，里边收录了大量的电影、电视、综艺、体育等内容，因此电视节目也更加丰富，想看什么可以自行搜索，更加便捷。另外，现在的智能电视也不仅仅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播放器，因为搭载了智能的操作系统，在功能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比如说语音操控、手机操控、智能投屏等，而且同时还可以下载各种 APP、上传文件、连接主机玩游戏，其丰富的功能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综上所述，传统电视被取代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智能电视有诸多的优势，按理说应该是越卖越好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据网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的智能电视销量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从当年的万人迷到日渐被冷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智能电视为何会跌下神坛？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作为过来人，我总结出5个原因，大家不妨一起看看分析的对不对。1、开机频率低。现在的电视开机频率越来越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得不承认，
大多数家庭花大几千买回家的智能电视，几乎成为了客厅的一种装饰品，一个摆件一年也看不了几回。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几乎代替了电视的所有功能。对比之下，用手机看新闻、追剧、刷视频、玩游戏会更加方便，所以也就逐渐成为了大家的习惯。长此以往，这也就导致了电视的使用时间被大大缩减。因为电视的需求越来越低，所以很多人装修新房，干脆就放弃了购买电视。二、操作过于复杂。实话实说，现在看电视的多数还是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更习惯用手机，而中年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哪有时间看电视？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现在的智能电视操作太过复杂，光是遥控器就配备2、3个，打开电视电源还需要切换到电视机顶和信号，好不容易跳转到播放页面，映入眼帘的又是五花八门的视频平台，想要找到自己想看的节目更是难上加难。想想看，现在有多少老年人是等着孩子帮忙开电视，然后自己可能只会换台的？不客气的说，目前的智能电视现状就是年轻人不爱看，中年人没时间看，老年人看不了，所以智能电视销量一路下滑，也就不足为奇了。三、烦人的广告。现在的智能电视没完没了的广告确实让人不胜其烦。首先，开机之后就得先看一段广告，特别是一些售价比较低的电视，开机广告的时间更长。其次，节目的片头和片尾还会有广告，如果不想被广告烦，还得花钱开通会员。另外，一些热播的电视剧还有大型综艺节目还会插入植入广告，可以说看一次电视，光是看广告的时间就被占用1/3，体验感非常差，这也是智能电视渐渐被冷落的重要原因。四、付费节目太多。虽然现在的智能电视节目越来越丰富，但可以看的好看节目却不多，大部分可以免费看的节目都很垃圾。如果想收看热门或精品节目，基本都是收费的，这也让不少消费者吐槽，在电视里看电视竟然还要充会员，这甚至让很多家长干脆把家里的电视遥控器藏起来，以免被小孩子偷看电视，不小心开通了会员，平白无故损失大几十元，而且下个月如果忘记取消会员，还会被连续扣费。慢慢的，大家也就不难发现，现在的智能电视隐形消费太多，所以也就干脆选择不买，不看电视了。五、投影仪充机。不得不说，现在的家庭投影仪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对智能电视市场也是个不小的冲击。面对越来越低的开机频率，电视已经不再是刚需家电的必选项了。很多年轻人装修新房更青睐于投影仪，和电视相比，家庭投影仪使用更加灵活，摆放位置不受限制，并且能带来更大的屏幕体验。虽然在画质的亮度和清晰度上不如电视，但偶尔在家看个电影的年轻人来说，足可以满足观看需求了。总结一下，智能电视之所以被渐渐冷落，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它的需求越来越低，而且使用体验感不好，操作复杂，各种广告、隐形消费等等，所以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嫌弃。再加上家庭投影仪的冲击，销量一路下滑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话说回来，智能电视的家庭地位虽然大不如前，但依然是客厅 C 位的绝对霸主。如果家里没有一台电视，总觉得好像少点什么，似乎没有了家的味道。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更希望电视厂商实现了技术创新的同时，可以与时俱进去探寻用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才不会被大众所抛弃。装修过3套房子后，总结出8个不要做的事，都是血的教训。一、首先，瓷砖不要选深色的，别觉得深色砖显大气高端，实际上铺到你家里会显得空间很小，压抑不说，你还总会觉得它上面有一层灰，特别的显脏。其次，家里装了筒灯和射灯，就别选亮光砖，开灯的时候棚面和地面会反射出一道道光斑，特别丑。二、复杂的电视背景墙不要做，轻装修重装饰。现代的装修越简单越不过时，过去装修背景墙又是雕花又是做10台的，恨不得摆俩石狮子在那，就是为了彰显有钱。你现在还这么干，那不就是个笑话吗？现在不是挂个85寸的电视，就是100寸的投影，墙面几乎都被挡住了，你还花那钱干嘛？三、复杂的天花顶不要做，你装饰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嫌你家不够小吗？还是嫌你家不够矮？如果装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可以根据功能做边调，不要去拉平，不然做一圈石膏线不好吗？既实现了装饰效果，又不压层高，还省预算。四、墙面不要做造型，千万别觉得这面墙是不是太空了，是不是应该做点雕花点缀一下，
劝你千万别整，浪费钱不说，整完就过时。明明是你刚装完的新房子，那出来就是90年代的效果。还有什么软包、硬包一类的造型墙，都是10年前的产物了，求你就别再往家里搬了。5. 卫生间的浴室盆、台上盆不能装，岩板一体盆也不要装。台上盆藏污纳垢，不好打理，还不好用。岩板一体盆，所谓的一体根本不存在，其实就是拼接的，后期开胶、漏水、掉底都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岩板盆全是直角缝隙，妥妥的卫生死角。6. 科技布沙发不要选 ，low 爆了，皮不是皮，布不是布，后期开裂掉皮的全是它。你用脑子想一想，合成的东西能不能赶上真皮？有些人说真皮沙发不能买，冬冷夏热的，你就当笑话听听。谁家冬天不开地暖，夏天不开空调？我没看到哪个真皮沙发掉皮的，假皮的才会。7. 水晶吊灯不要装，别觉得装个水晶吊灯家里就显得富丽堂皇了。过去装修家里装个水晶吊灯就是为了面子，臭显摆。你看他们家灯都花那么多钱，装修肯定也花不少钱。现在装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吊灯灯光不亮，打扫起来还累死人。你家是别墅也别装，有那钱还不如装个全屋无主灯，保持大平棚，你家才大气。8. 卧室别选2.2米以上的大床，别想着睡大床有安全感。现在的房子都是卧室小，客厅大，大床虽然显大气，但太占地方也影响卧室动线，而且摆放也是问题。离衣柜太近，睡觉有压迫感；离窗户太近，又容易受风着凉。另外，2.2米以上的大床，床上用品也很难买，有那钱不如投资到一张好床垫上，